表面上看，俄罗斯转向东方似乎只是俄罗斯应对目前美西方制裁的一个被动的选择。但是，如果我们把视野放得更加开阔，不难发现亚太地区早已经是当今世界经济最为活跃、最为繁荣的地区，而欧洲目前则是问题重重。所以，俄罗斯转向东方本身既体现了潮流的转向，也在顺势塑造一个新的世界格局。那么，身处东方，中国会由此获得哪些历史机遇？我们应该如何来把握呢？江先生，这样一种发展的方向和合作的模式，它逐步的这种成型，像滚雪球一样逐步的扩大，它慢慢的就会变成一种压力，慢慢的就会变成一种动力，它就是推动世界政治和经济向更加合理和更加健康方向去发展。那么这样一种更加合理和更加健康发展的一种大的趋势，对于中国来讲，就是一种无形中间就是一种重要的资产。我认为中国可以抓住俄罗斯新一轮转向东方的这个历史机遇吧，既可以将拓展两国经贸合作作为巩固以中俄为主体的这个战略纵深、安全屏障、能源走廊的这个持续的建设，那么同时也可以强化中俄共建“一带一路”合作包括加快中蒙俄经济走廊建设，借助中吉乌铁路的可能开建，推进中国中亚经济走廊这个深度建设，还可以推进上合金砖国家、东盟等框架内的这个多边合作至少在一段时间里，俄罗斯在西方将面对一堵墙壁，那么转向东方也就是必然选择。那么转向东方能够帮助俄罗斯渡过难关吗？万先生，它的作用应该还是有限的。尤其是从俄罗斯国内这个讨论来看，一方面就是俄罗斯政策界的共识是，俄乌冲突实际上是进一步的证明了，就是俄罗斯早在10年前就已经提出了这个转向东方这种方针的必要性最大的意义在于就是能够加强俄罗斯多方位外交的这种立足点。那么另一方面，我们也观察到，就是俄乌冲突以来。实际上，在俄罗斯国内就是以自力更生为主、借力东方为辅的这种新共识正在被构建起来那么实际上是相当部分的这个俄罗斯政策精英是指出，在新的这种形势下，俄罗斯既不要试图用与东方国家的关系来取代与西方的关系，同时也要避免就是思维从对西方的依赖走向另一个极端实际上也就是说。不能就是说，在过度的这个依赖这个东方，是不是？那么实际上，同时俄罗斯也是看到了，就是东方伙伴能够提供给俄罗斯的这种实质性的这种支持也是有限度的。那么这些支持它也不会来解决，也不会，就是完全能够解决俄罗斯发展的所面临的这个根本性的这些难题吧。还是要看到，就是所谓的向东转的问题。毕竟对于俄罗斯这样一个老的欧洲国家来讲，并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整个的向东转，不管是在这一次这个乌克兰危机之前，还是我想在以后，恐怕这种进程都会是一个逐步的，并不是会一帆风顺或者立马就是实现一个彻底的一个转变的这么一个转变的这个过程。很多的这种转变还需要取决于各方，包括俄罗斯与其他国家之间合作的项目的落地来推动。所以呢，我想的这个多边的这种合作共同的这个努力恐怕是俄罗斯向东转的一个重要的外部的推力。正如刚才在短片当中所说，除了中国，俄罗斯与亚太其他国家也陆续签下大单。这种贸易流和投资流的转向会给本地区带来什么影响？江先生，在世界经济仍然处在不确定的这个状态下，包括世界经济的各个方面都在新冠疫情以后出现重组的这个大的背景下，尤其是西方国家不断的搞这种小团体，对发展中国家进行各种方面的限制和打压的这样一个背景下，东方国家，不管是俄罗斯与中国，还是俄罗斯与其他的这个东南亚、亚太地区的国家，还是中国与其他的亚太的这些国家的这个合作，包括我们前面讲到的这个上合组织的之间的这个合作，应该说都汇聚成了一种新的多边合作的一种浪潮。这一个方面，它证明多边合作的进程
并不是因为西方国家，并不会因为西方国家的所谓的这种遏制、所谓的这种脱钩而终止。多边合作仍然是世界经济、世界政治发展的一个主流。第二一个呢，就是这样一种合作，事实上呢，在很大程度上对于发展中国家、对于新兴经济体都提供了一个新的增长的空间和新的增长的一个机会。接下来，俄罗斯转向东方啊，还会有哪些具体的做法和动作呢？段先生。那么首先是这个双边层面，我觉得俄罗斯除了进一步的这个强化与传统伙伴国中国、印度、越南等这样的传统伙伴国来强化这种全方位的这个合作关系之外，是吧？我觉得俄罗斯还会进一步的与这个朝鲜啊，多数的东盟成员国之间的这个合作，会进一步的这个升级。那么同时对日本、韩国、新加坡等可能这样的国家啊，是不是可能会采取既合作又敲打这种策略？因为这3个国家实际上是对俄罗斯实行了一个非常有利的这样一种制裁啊。那么另外，我觉得还有一个重点就是俄罗斯会大力的推动本国能源出口进一步的这个转向亚太市场。那么其中的重点就是要打造、扩大对亚洲能源出口的这种基础设施。你比如加速发展远东地区的这个能源基础设施，包括生产这种液化天然气啊。那么同时也是要提高东部运输的这种能力和边境口岸的这样一个能力吧。我觉得这些为远东地区的那种能源资源来寻求更多的这个亚洲的这个市场。那么如果是多边层面嘛，我觉得俄罗斯可能会大力的推动这个总统普京所提出的这个大欧亚伙伴关系这个倡议啊，是不是？尤其是在这样一个倡议的这个框架下去推动欧亚经济联盟、上海合作组织与东盟之间的这种跨区域合作吧，也是更好的来拓展对外发展的这种空间。